我们面对一段曾经的婚姻，他们能不能继续走在一起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来，掌声！男嘉宾小陈30岁，来自重庆，自营店主；女嘉宾小丽26岁，来自湖南，现在待业。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愿意。喜欢他吗？曾经喜欢，我们是11年结的婚，但是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小孩，结婚过后又有了第2个小孩。哦。当时过得也挺幸福，后来他就是随着那个收入的增多了，到后面因为他就是在外面就已经有了个备胎，13年我们就离婚了。但是离婚没多久。离婚可能大约有几天时间吧，我跟他打过电话，我也跟他承认错误，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反正我现在说什么话他都不会相信。离婚之后你们是分开住还是继续住在一起？离婚之后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有20多天吧，我就买了车票，我到杭州火车站的时候，看着别的那些小孩都有妈妈带，挺可爱的。后面我想想，我还是回家去带我小孩。到后面的话，他那天晚上他就跟我说，他跟那个女的有关系。过后我3天3夜也没吃过饭，也没喝过水。主持人，我先声明一下但是我出轨的事情确实是我不对，但是我跟他离婚前，我保证没跟那个女的有任何关系。这个事情是我错了。但是我错了，但是这个也有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你心里面也清楚，我们脾气本来反正也是3天1小时，本来不合，但是你也不可能说直接就说还有一个，但是我跟他离婚以后，我跟那个女的有关离婚了他老是这个坎过不去。但是我现在因为那小孩的事情，反正我也跟他说了很多好话，还有叫他或者是复婚他，因为我们毕竟是离婚。但是现在还是住在一起的。允许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可以。你们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湖南，对吧？对。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在网上认识的。你们是居住在哪儿？在重庆还是湖南？现在在重庆，之前在江苏。在江苏的时候，他就做那个砖厂嘛，红砖那种砖厂，他有包工嘛。干工程的。等于一小姑娘就从湖南给你骗到江苏了，是这么个意思吗？对。然后有了第1个孩子之后，在11年结的婚，是吗？对。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你家里人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我爸妈不同意。为什么？觉得他太矮了吧。小陈，你多高？1.5米。1.5米。你自己会嫌弃他的身高吗？不会。你是想复婚是吧？对。我现在不想复。为什么？因为他就一点都不在乎我，对我大吼大叫。但是这个也事出有原因的。打个比方说，就是现场的观众，我跟其中的一个女的，不管是她跟我说话还是我跟她说话，多说2句话，她马上说，哎，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天天都是这样吵过去吵过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在你心里你挺在乎他的？对。那现在不愿意复婚是因为？他对你不好，还是因为他曾经的花心？就像有一次之前在江苏的时候，他跟那个女的，当初我不知道，然后我也生病了，那个女的也生病了，后面是他自己说的，他生病了他就去照顾她，那我生病我躺在床上，他从来都不来看我一眼。我问一下，现在是你强烈想复婚是吧？我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也有2点，就是我想第一是想复婚，第二复婚前提有一个条件是什么？让他的脾气改一改，确实让人受不了。你还提条件？不是提条件，我就说让这些专家帮我，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暴躁。打很简单的例子，就像是他叫我去街上买个那个白菜，我去买个小的，他叫我去买大的。那白菜谁不认识啊？就那么大一颗白菜。我去买个大的回来，他说你这个大的太松了，要去买紧的买回来又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现在我跟他的处境是什么？他叫我做什么，
我做也挨骂，不做也挨骂，都是一个道理。委屈哈。对的啊，我做什么都是。是在离婚之后他对你百般挑剔，还是在你出轨之前就对你百般挑剔？一直都是这样。一颗白菜有那么重要吗？松松紧紧。那个好吃一点。那你就自己去买呗。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去，懒得开车。家里的家务谁做？全是我做。他说我不做家务，对，我承认我不做家务。打个比方，他叫我去扫地，我扫了以后，哪怕是我竭尽全力去扫地，他说你没扫干净，他说他要吃葵花籽，我就给他买瓜子，买的是这个味道不行，这个太小，这个太大，哎，真的说的你没办法接受。真的吗？有那么一点。哦，问个问题哈，你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走呢？是什么让你待在那儿？第一，我就想着我有2个小孩。第二，我就觉得便宜那个女的。置气是吧？以前我刚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是她1分钱都没有。到后来她就稍微好一点了，那个女的就找他，我都这样给她打比方，我说，如果你2、3千1个月，那个女的还会找你吗？所以你回来，其实还有一些不甘心是吧？对。你不希望你跟她共同打拼的财富被别人去享受？对。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没财富。现在是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就是离婚这些事情，还有厂里面的所谓琐事，还有就是经常查牌之类的，所以说到现在几乎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没钱了，跟那个女士的离开有关系吗？没关系啊。哦。之前都离开过了。哦。那他对你怎么样啊？对我很好啊。哦。那你感情这方面我从来没怀疑过。既然都这样，就复了呗。但你看他就对我不好。你要他怎样你才复婚？我要他就是以后对我好一点。你对他的要求是希望他脾气好一点，是吧？对对对。他对我好了，我脾气不就好了吗？是。好了，老师们看怎么办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男方曾经有过外遇，但是男方一直在承认错误，所以男方的委屈是说我已经承认错了，那么为什么你还耿耿于怀？甚至我只是和异性做一个最简单的沟通，你也拿这儿说事儿，是这样吗？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刀口在你的胳膊上，即使康复了，请问有没有伤疤？你承认错了，你觉得这事过去了，但别忘了这事过不去，就如同伤疤一样。你老婆其实不给你离家，包括不给你复婚，都是表达一种不满。不要认为你承认错了就跟以前一样，永远回不到以前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错犯不起。再说女士是受害者，但是从心理角度而言的话，有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责任？其实我觉得我还挺好的，你看我一天我什么都干，小孩也都是我自己带，我也没叫他带过。对，你挺委屈的，但其实有一个点我发现，你总是在挑剔他这样做的不好，那样做的不好。一个男人总是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没有点男人的尊严，这有时候很可怕，有可能会纵容他到别的地方去找男人的感觉，这也是很多出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了，我出轨肯定不对，但是这个里面你也要记住，你虽然干了很多的活，付了很多的辛苦，但是你的嘴却让他伤透了心。另外一个呢，你要记住，如果一直抓住这个不放的话，虽然那个第三者走了，但是他活在你们俩的心中，那个无形的刀口和伤害还在残害着你们两个。如果这样一直争来争去，分手的不是第三者，是你们俩。所以两个人呢都得想一想如何来调整状态。既然彼此都舍不得，那就各让一点，因为谁也管不了对方是什么，只能调整他的自己。听你们刚才的描述，我觉得男方的这个出轨的行为确实是对婚姻生活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这道疤是永远都抹不去的，有可能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一辈子都可能抬不起头来。但是你们两个如果继续婚姻生活的话，我希望女孩能够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因为你们两个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你们两个身上有很重的担子，你们要教育孩子，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能尽快的
把这一篇给翻过去。当然，这个男孩要稍微的收敛一点，两个人奔着好的方向去过嘛，对不对？想想孩子，我觉得。谢谢。女方，你做出的种种行为让我不能理解。离婚了，但居然还不离家，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留在这个男人身边？为什么当这个男人有钱的时候，有了外遇抛弃了你，但是当他没钱的时候，你又毫无怨言的又回来了？为什么？我揣测一下，当时父母反对，没有人看好你们的婚姻，但是因为你年少，你执着的选择了他，但是你没有力量去承受失败，所有人都不看好，你一定要幸福给别人看。我刚才记得很清楚，你回答赵川的问题，说为什么不离家呢？孩子是第一位的，对吧？对。第二，我们一起挣来的钱，结果现在却被别的女人享受，你不甘心做这个失败者，但是恰恰你越不甘心做失败者，你就越成为了失败者。至于男孩呢，你犯的错误肯定是得自己来承担的。你要知道错了，就得摆出一份认错的样子，别又知道自己错了，还要让对方去改变他的错误，先改变自己的错误，再谈复婚。你离不开他的，因为你知道，只有他是真心对你的。你们有2个孩子，也离不开妈的。孩子和你，包括他，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家。真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就得拿行动争取来，不要明明错了，还要让对方认错。认识的那一年，你16，他20，到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说，与其说你们之间是挽回爱情，其实你们之间是亲情。和这个舞台上的那些动辄3个月、1年、2年就分开的那些情感来说，你们这10年还能够在一起，简直像一个奇迹。想想这10年发生了蛮多的事儿，但为什么你们还能够在一起？我想大致有2种原因。第一，真的有爱。有。第二，也有无奈。有吧？为什么说有爱呢？如果没有爱，男生不会这么宠着你。台本上说，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管有用的没用的，他都给钱让你买。对。出轨之前，对于你的脾气，他也一直是骄纵的，所以说他是爱你的，而你也是爱他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不爱他，不会不顾家庭的反对嫁给他，随着他10年的流浪。但是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是因为虽然有爱，但更多的是无奈。为什么说有无奈呢？家人反对，没办法，我选择了他，所以我打掉牙只能往肚里吞，我没人去说。我有孩子，没办法，我不能分。而你呢？你也有你的无奈，你是爱他的，但是他脾气太坏，有什么办法？我很无奈，我又离不开他，在不能够忍受他的坏脾气之下，你犯了错，出了轨，甚至这种出轨也是一种无奈。出了轨之后再回到这个家庭，其实还是无奈。直到今天，你跟主持人在说话的时候，你依然透露着无奈。你说，虽然我想复婚，但我依然希望他能够改变脾气。你们因为有了爱和无奈，所以现在还在一起。但为什么不能正儿八经的复婚？因为你们在爱的同时在伤害，在无奈的同时又饱含了不甘心。首先，你们俩有共同的不甘心是，我们都在一块儿，在不顾大家反对的情况下在一起10年，都已经10年了，如果还不在一起，太不值了。第二，家庭反对，我们当初冒着那么大反抗的力量走在一块儿，太不值了。第三，我们都共过苦了，难道不能同甘吗？我当初冒着那么多人的反对，我嫁给了他，他倒也出轨了，胜利的果实我不能分享，倒让第三者所虏获，我不甘。还有就是我有孩子，看上去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都住在一块儿，却不能成为正式的夫妻，我不甘心。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不光是你们有无奈，不光是你们有不甘心，我们所有人都有无奈和不甘心。我们每个人想想生活的这些年，
人生有千万种滋味，五味杂陈，但是真正活到最后，就是一种滋味，就是无奈。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好多事情是我们的遗憾，该实现的梦想没实现，该想做到的事儿没做到，本不想伤害的人最后伤害了，等等等等这些无奈。但是有些无奈既然无法改变，我们认识到了这种无奈无法改变，那我们就应该学会坦然了。因为你无法改变，你不坦然有什么用呢？所以当你坦然于自己的无奈，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你对于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也就学会了无所谓，也就应该懂得在10年之后不要去伤害，应该是去爱。不要不甘心，顶多是无奈。坦然于自己的无奈，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日子还要接下来往下过。就这样。谢谢老师。我一直觉得这个话题又复杂又简单，简单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把它总结了，给自己一个保障吧，那就是法律承认的婚姻，那是保障，这就是简单。可如果说复杂呢，它又涉及太多尊严、生活的信条、幸福感。你是愿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还是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呢？肯定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就去简单化它好了，接受曾经的一切和我即将面对的一切，那个时候大概你会觉得幸福感会强一些。反正他就对我不好，那你就找一个对你好的喽，这不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吗？对吧？有对你好的吗？有过，我都知道有一个，我都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的为人，我从来不说这些话，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你都不说啊？你是得有多么的爱他？你爱他吗？爱。所以相爱的人才会互相伤害，吵吵闹闹也一辈子。你们自己选吧，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来，黄金60秒。老婆，我真的错了。以前我出轨的原因，确实是我自己的想法，对我们这个家做出了很大的一个错误。我现在真的错了，我希望你能回来，我会改掉我的坏脾气的。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改。反正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也做得还不错了，我也都原谅你以前那些事，但是你那个脾气如果能改的话，我还是会考虑的。我们一起努力吧。看你做的。好了，时间到了，两位交换箱子吧。请回，请回。来，请关门。看看这对曾经夫妻自己的选择。5、4、3、2，请开门。来。哎，这世界上面最口不对心的动物就是女人。听这段哈，当初咱俩离婚以后，我其实一直没有回老家，父母也不知道，我只是在亲戚家住了一阵子，我心里一直很难受，舍不得吗？离不开吗？哎呦，看看男生。反正是女生吧，都会被这话打动啊！我真的很爱你，我以前只是不会表达，现在我会了。我真的很爱你，老婆。还有我爸爸妈妈真的在乎你，把你当成自家人对待，从来没把你看成外人来看。这个打动了你是吧？啊！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来吧。开始。停。恭喜恭喜恭喜！就这一个细节的举动，我们基本上面就可以知道了，这家谁做主。他不说我不说了吗？好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选择亚赛和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这一对曾经的夫妻如何演绎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各位，请见证。老婆，再一个嫁给我吧。你如果愿意改的话，再嫁给你一次吧。来，两位手牵手，找你们的幸福去吧，谢谢。